大家好，这里是看着说。我们今天的话题从一个问题展开：运动健身的人都很重视蛋白质的补充，补充蛋白质最主要的来源是肉类。那么很多肉类都可以生吃，例如牛肉就不用多说了，鱼肉，日本料理和广东地区都有刺身或者鱼生的选择，还有羊肉。在中东和地中海地区，人们会食用未完全煮熟的羊肉，做成肉丸或者肉塔塔。马肉，在日本和意大利一些地方，人们会食用生的马肉，做成马刺或者 carpaccio di cavallo， 以及鹿肉以及其他一些海鲜。那么这些生的或者半生的肉，对于蛋白质的补充，尤其是对于运动健身人群，蛋白质的补充是好是坏？你应该吃生的还是熟的？今天我们将来聊聊生肉和熟肉的问题。生肉和熟肉在烹饪过程中最大的区别来自于温度，所以我们先来简单讲解一下营养学中重要的概念——热解构。热解构是指当食物加热到一定温度时，其内部的分子结构开始改变的过程，这涉及到蛋白质、碳水化合物、脂肪的物理或者化学变化。蛋白质加热时会变性，它的三维结构会发生改变，导致氢键、离子键、二硫键断裂。蛋白质的变性会使食物的质感和消化性质发生改变。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的热解构变化，我以后会单独制作视频给大家讲解。热解构会影响食物的味道、质地、色泽和营养价值。加热过程中的化学变化可以提高食物的吸引力和可食性，同时热解构还可以杀死食物中的微生物，提高食用安全性。了解了热解构，我们来看看蛋白质食物，也就是肉类的热解构能给我们带来什么。首先，蛋白质的结构发生变化。一般来说，蛋白质开始解构的温度在40到60度之间，并且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加速解构。大多数蛋白质在接近或超过70度时会快速解构。经过热解构以后，蛋白质原有的三维结构会转化为更为线性的结构，这样蛋白质会变得更加坚固或凝固。将生肉加热后，肉的体积会变小，也会变硬，这一部分是因为水分的排出，还有就是蛋白质结构变化造成的。其次，增加蛋白质的消化吸收率。在蛋白质被加热后，线性或展开的状态使蛋白质的肽链更容易被体内的消化酶，例如胃蛋白酶、胰蛋白酶所识别，从而使消化酶更容易接触并分解蛋白质为单个氨基酸或者小肽。第三，加热会让肉中的结缔组织，例如胶原蛋白转化为明胶，这种物质更容易消化，从而增强肉类蛋白质的吸收。最后，加热可以杀死肉类中可能存在的细菌、病毒或寄生虫等病原体，减少疾病的风险。可见，蛋白质经过加热以后，无论是对于营养吸收还是卫生方面都有益处。以上是加热蛋白质食物的优势，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加热蛋白质的弊端。第一，营养素损失。在加热时，尤其温度较高时，某些氨基酸，例如赖氨酸，会发生化学转变，转变后就不容易被人体的消化酶识别和分解，从而无法被身体吸收利用，或者降解为其他化合物，减少了原有的氨基酸含量。肉类中的维生素也会发生类似的变化。第二，长时间的高温加热会导致肉类中生成有害物质，例如多环芳烃和杂环胺，这些物质都是致癌物质。例如烤肉时烤焦的部分，既干扰肉类蛋白质的正常吸收，又对健康造成潜在的风险。第三，过度加热会导致蛋白质过度变性，使其在消化过程中难以被完全分解，例如产生抗蛋白消化酶、氨基酸残基破坏交联等等，影响氨基酸的释放和吸收。看以上三个弊端，你发现什么？以上情况都是以高温或长时间为发生条件的，合适的加热温度就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了。下面我特别为大家列出一组肉类烹饪温度的参考数据，注意这些数据指的是肉的中心温度，测量中心温度需要特殊的温度计，就像这个样子。我建议你买一个，这样你可以在做肉时对于温度有个靠谱的掌控。好，来看，鱼肉为62到70度，鸡肉和禽类74度，牛肉和羊肉5成熟为63度，全熟为71度以上，猪肉也是71度。鸡蛋、乳质、蛋白和蛋黄完全凝固，看到了吗？中心温度都不到100度，甚至还要差20-30度呢。这到底算生还是算熟呢？
现在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了，你应该吃经过加热处理的生肉。好，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话题。在烹饪过程中，食物被加热到一定温度时，其内部的分子结构开始改变的过程，我们称之为热解构。热解构让蛋白质发生结构变化，这会增加肉类蛋白以及胶原蛋白的消化吸收率，并保证食物的卫生安全性。对蛋白质的加热过程，只要注意温度和时间，就不会产生消极影响。一般来说，通过确定肉食的中心温度来确定合适的烹饪温度。大多数肉食的中心温度在74度时，既达到了热解构效应，又保证杀死了有害物质。所以，食用加热的生肉是你理智的选择。希望今天的话题可以帮到你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